主席，动了，日军开始退避方向。预计明晚，我们的4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砸出的这一拳是新中国向死而生，毅然接下的终极挑战。而聂帅口中那声极简的动了，承载着中南海日夜不歇、如履薄冰的极致推演。千军万马踏破冰雪的暗夜疾行，绝不仅是为了把战火挡在边境线外，更是要替华夏子孙打出一个100年的太平。没有制空权，缺乏重火力，这群甚至连冬装都没凑齐的轻步兵战士，究竟要凭什么去粉碎那支不可一世的装甲集群？本期我将深度解读主席一举定音的千古决断，复盘13兵团指挥所的奇袭大网，见证25万神兵面对强敌的无畏突进。咱们先把时针拨回大军开拔的前夕，北京丰泽园内，新中国的掌舵者们正在面临着关乎国运的生死残局。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2天的事了。平壤的陷落不只是一座都城的易手，它意味着麦克阿瑟那把由海空军立体火力铸就的尖刀，已经彻底切碎了38线上的政治默契。美军的装甲履带一旦碾过清川江，距离中国东北的大门便仅剩一步之遥。对于中南海里的统帅们而言，美军第7舰队此前已侵入台湾海峡，若再任由联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新中国将陷入被东西夹击的地缘死局。打，可能面临重回战乱的深渊；不打，则将永远失去战略缓冲期。面对国门洞开的绞索，主席的目光毅然地锁定了出兵的最后节点。给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同意主席意见。19号晚出兵跨江，这是主席的最终征询，换来2位老总斩钉截铁的同意。此刻字数越少，分量越重。这并不是逢迎，而是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帅们在冷静研判与家国底线后做出的极度理智、决绝的战略共识。这是退无可退，唯有亮剑的关键时刻，也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好的，主席。只做不说4个字，直接锁定了最高的战略机密。大军压境，无声便是胜利，这是将兵法中出其不意运用到极致的战略阳谋。统帅部深知，面对麦克阿瑟的狂妄，25万大军必须如神兵天降，用绝对的战略突然性去填补装备代差的巨大鸿沟。而我们跨越的不仅是那条界河，更是与最强敌人的生死对抗。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过江。入朝作战第1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了，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对，出战即决战，这是13兵团将帅们刻在骨子里的底线思维。面对随时可能被彻底撕裂的战线，他们深知先期入朝的志愿军不仅要扛住敌军铺天盖地的机械化平推，还要在极度陌生的地形中强行钉入一颗钢钉。而当时的朝鲜半岛北部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极易发生大规模的部队拥堵。可咱们要想避开美军全天候的空中侦察，把几十万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撒到敌军的眼皮底下，就必须对渡江的路线和纪律进行近乎苛刻的切割。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42军从吉安渡江，38军紧随42军之后。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这看似枯燥的兵力调配，实则是教科书级别的空间穿插战术。从安东到吉安，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多点齐发，目的正是为了分散美军的火力侦察网。而无线电静默更是切断了一切现代通信的电磁波命脉。几十万人仅靠夜色和原始的通讯方式协同，在现代军事史上无异于空中走钢丝。兵团指挥部正是要利用这几支王牌军化整为零，像水银泻地一般渗入敌军无法展开的薄弱侧翼。面对前方随时可能爆发的遭遇战，老练的指挥官早已在心中为第1仗选好了最为稳妥的试金石。韩副司令，到，你随40军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部队可以先预热，
再和美军打。好，将帅之间的默契往往藏在看似轻松的战术对答中。面对拥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这支从国内战场走来的陆军巅峰面临着跨代差的武器劣势。韩副司令的先打南朝鲜军预热是极具战略智慧的剥洋葱战术。当时的南朝鲜军在美军两翼快速穿插，态势孤立，且装备与战斗意志均不如美军。拿他们记齐，不仅能迅速缴获急需的辎重弹药，更能让志愿军将士在实战中快速适应半岛的严寒气候与陌生山地。为了保证这套精密战术的绝对执行，彭老总随即亮出了不容置疑的底线：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出问题，军法从事。这带着肃杀之气的话语里，是对即将踏入修罗场的将士们最残酷也是最负责的铁律。同时，严明的军纪更是为了在最快时间内赢取朝鲜百姓的民心支持，这是志愿军建立隐蔽战线与后勤补给的关键。然而，就在这场秘密大调兵尚未完全就绪之时，北朝特使的到来彻底击碎了按部就班的时间表。彭总司令，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昨天下午，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1-2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感恩节前占领全境，饮马鸭绿江。这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个人的狂妄，更是美军用钢铁洪流对新中国底线的极限羞辱与军事讹诈。特使带来的急报意味着人民军最后的抵抗建制已被彻底打散。此时此刻，能不能做到神兵天降，已经直接决定了全盘的成败。彭总必须马上进入朝鲜战场，与人民军最高统帅会晤，尽快将失控的局势扭转。请彭总赶快入朝，共赏大计。大军开拔在即，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主帅脱离主力部队，先期入朝，在兵家大计中无异于将统帅的头颅悬于敌军的轰炸机之下。但彭总深知，在体系崩溃的战场上，最高指挥官的当机立断比千军万马更为宝贵。他必须亲自深入险境，在美军的装甲洪流合围前捏合起残破的防线，为即将过江的25万子弟兵争取到最后一块立足之地。就在彭老总即将孤身赴险之际，洪副司令为保障彭总安全，为其专门找来了2名特级警卫员。他俩都是先前入朝的小队成员，一个是侦察排长郑瑞，一个是特等射手陆成峰。这是洪副司令专为彭老总添加的坚实盔甲。哎呀，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了。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2名特级警卫就这样被彭总无情地赶回了作战部队，这绝非单纯的体恤下属，而是建立在极度清醒的战场认知之上。面对美军动辄覆盖整个山头的凝固汽油弹和重炮群，传统的单兵护卫早已失去了意义。彭总以极其务实的军事逻辑，否定了这种象征性的保护，将最锋利的尖兵还给了最需要流血牺牲的一线部队。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朝鲜见。一句朝鲜见是生死的契约，更是军人的决绝。彭总临行前回望国旗的深沉，是一位主将对共和国的无声誓言，也是破釜沉舟的辞行。他清楚这一战迎接的将是史无前例的血海刀山。开车。1950年10月19日的暗夜，在夜色的守护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彭总的专车率先跨越鸭绿江大桥，却在驶过边境线时紧急停下。随后，彭总步履沉毅地踏出了车门，缓步走向了祖国的方向。这庄严一礼，定格了百战名将对祖国的无声告别。这一去山河未卜，这一去九死一生。他肩上扛起的是誓死保家卫国的无声誓言，留下了历史上最沉重悲壮的军礼。随后，在夜色的掩护下，在刺骨的寒风中，25万大好男儿脱下了熟悉的军装，抹去了部队的番号，以志愿军这个悲壮又伟大的名字，悄然融入了茫茫黑夜。战士们在夜色中频频回望，看一眼刚分到土地的家乡，看一眼刚免于战火的亲人，为了身后的和平安宁，他们义无反顾踏入血雨腥风。他们没有飞机，没有坦克，甚至很多人连过冬的棉衣都没配齐。他们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机器硬碰硬。他们翻山越岭，走在冰天雪地里，把美军最害怕的黑夜和严寒当成自己的武器。面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亲人的期待，即便对面的是飞机大炮，他们也绝不后退半步，因为他们的身后是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
这支装备简陋的东方军队正试图以极致的战术素养和钢铁意志去硬汉超越时代科技代差的军事神话。此刻他们唯一的信念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军出击之际，聂帅拿着最新情报踏入了主席的书房。好啊，这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直到此刻，那口压在最高统帅毛主席心头数月的战略豪气，才伴随着这句感慨缓缓吐出。这是一场压上新中国全部国运的豪赌。大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中国就不再是被动防御，而是用实打实的重拳去硬汉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去争夺整个东亚战局的主动权。但这难得的快位转瞬即逝，因为主席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的修罗场才刚刚开启。从明天开始啊，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这句话背后的平静，透着令人战栗的清醒。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是暗夜中的跨江行动，而是天亮之后，这25万血肉之躯即将直面的人类战争史上最猛烈的钢铁绞肉机。主席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地图上的长津湖与清川江，他深知从明天起，无数年轻的生命将化作长城，用鲜血重新定义志愿军这3个字的重量。这场立国之战打出了中国人的脊梁，也让我们真正明白，如今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当年这群最可爱的人用生命在冰雪长津湖，在烈火上甘岭为我们挡下了漫天炮火。在此致敬先烈，致敬这群用脊梁撑起国运的最可爱的人。这里是无解千句，下期我们继续深度解析抗美援朝的血火交锋。